魏无羡忙打着哈哈进了屋。温情因为已经提前知道蓝小战力大无穷的事，并未太惊讶，接过睡着的团子递给婆婆，然后便带着蓝小战进了屋。魏无羡正拖着中衣呢，看着蓝忘机进来，竟有些慌，心道身上这些伤疤可不能让他看了去。不知为何，魏无羡就想把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那个狼狈不堪、满身伤痕的夷陵老祖藏着就好。他朝温情使眼色，快点把蓝战带出去。温情回道：“你说我敢吗？”蓝忘机看到魏无羡眼中的抗拒，很识趣地搬着凳子坐到门口等，两只碰不到地的腿晃呀晃呀，乖巧至极。魏无羡脱下中衣，身上布满伤疤，有些已经结痂，有些还渗着血，最严重的便是小臂了，平日被黑袍大袖遮着看不出来，现在白的手臂上全是被怨气划出的口子，最严重的便是最后划的那道。这具残破的身子已经经不起魏无羡瞎折腾了，温情又给他配了几种草药，到这次必须全部买到，按照医嘱来，否则他就把一切都告诉蓝忘机。魏无羡只好服软，看着那些昂贵的药材一阵牙疼，开始盘算着这个月还能不能再吃一次土豆。与此同时，蓝小战正聚精凝神地盯着不远处的两个农人，那两位并未发现这只小团子，他们聊着天喝着水，皆是一脸苦恼的神情。哎，你说魏公子还能护我们多久？听说几日前山下来了一群不怕死的修士寻衅生事，把结界破了，害得魏公子下山整顿，再好的身子也撑不住啊。另一位道：上天让我们多活了这些日子，我们也满足了，只是魏公子被我们拖累成这样，着实不该。嘘，小声点，别又让魏公子听了去，待会他该生气了。两人的声音渐渐消失，蓝忘机若有所思地低着头，半天后定了主意。魏无羡折腾好后，那个坐在门口的白色已经不见了。温情收拾好药材和绷带后，一转身便看到魏无羡扒拉着东张西望着，门口干活的那两农人已经收工，看见魏无羡便笑眯眯地走来问好：“你们看见一个小孩子了吗？”一身白衣，小小个的，头上有一条墨额的。魏无羡比划着。两位其实没听说过什么仙门百家的事，他们一直是跟着温情行医的，现在他们只知道眼前的人是救命恩人，仙门百家是要杀他们的人。两人迷茫了一阵，纷纷摇头表示不知道。魏无羡不急，他挺放心蓝战的，他想了想，以为他的小公子去找阿愿完了，但等他站在那个收拾包袱的小仙君面前，他慌了。蓝忘机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衣物，他明明可以直接将行囊装进原先那个蓝曦臣给的乾坤袋，可他就是要等着魏无羡过来看见。魏无羡急急按住蓝忘机的手，他撞进那双淡琉璃般的眼睛里的那句质问突然就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不上不下，让人心慌。魏无羡，你有资格不放他走？想到这，他沉默地松开了手，两人对视了半天，最后还是蓝忘机先开了口：“我要回去。”魏无羡轻声道：“好，会回来的。”蓝忘机看着魏无羡一脸沉默的样子，重复了一遍：“会回来找你。”魏无羡淡声笑道：“我信你。”两人牵着手缓缓下了山，乱葬岗上的怨气真的被魏无羡封得好好的，路边也一片春意盎然，以往布满荆棘的道上竟生出片片草绿。魏无羡打趣道：“蓝战，我觉得你这次恢复后变得很不一样了。”蓝小战牵着魏无羡的小拇指，低声数着步子，听到魏无羡说话后，他抬起头道：“哪里不一样？那可多了。”魏无羡一粒一粒地列出来，变沉稳了，变细心了，变直率了，当然不是说你以前多不好，你只是做得更好了。还有，他低下头捏了捏小家伙肉乎乎的脸，变得更可爱了。蓝忘机愣了3秒，无奈地笑了笑，脸不红心不跳地蹭了蹭魏无羡的手，道：“没变，你看。”魏无羡控诉道，脸皮也厚了，都撩不动了。两人有说有笑，仿佛只是下山散步。魏无羡面上很淡定，其实内心还是不舍的。磨磨蹭蹭走到山脚后，他蹲下和蓝小战告别，而不远处来接蓝忘机的蓝曦臣一脸复杂，看着两人黏黏糊糊、依依不舍的样子，他都快以为自己是那天上的王母娘娘要拆了这对痴情眷侣。蓝小战站在剑上，看着渐渐缩小的身影，不顾雅正用力挥了挥手。魏无羡告别后神色一冷，
一步一步递上了山，单薄的身影被层层丽影遮去，那随风摆着的红发带也渐渐消失。双臂紧赶慢赶地回到姑苏，一到蓝曦臣便迅速投入宗主事务中，堆积的这些日常琐事够蓝宗主头疼的了。蓝忘机稍作整顿，便起身去了蓝启仁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正端坐在屋檐下喝茶。蓝忘机上前行了一礼，蓝启仁颇为欣慰地抚了抚胡子，看来忘机还是没跟着魏无羡学坏。但蓝忘机下一句就让蓝启仁险些把茶喷了出来：“叔父，我要带魏婴回云深不知处。”荒唐！蓝启仁怒拍木桌，他一个顽劣之徒，如果来了云深，绝对会把这里折腾得鸡飞狗跳，规矩全坏了。